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一起跟我看一下今天我选的这个禅师原文。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做这个看图说话，一张图能够代表省去我的很多语言。那么，不知道大家对我这个用看图说话的这种方式，效果怎么样？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图是第17课，教你炒股票17，走势中完美。2006年12月18号，从第17课开始，禅师开始讲他自己真正的东西。在第17课之前，都是有的时候是讲一些故事啊，有的时候会穿插着讲一些均线。从第17课开始，才真正的开始讲禅师自己的禅论这套东西。那么，但是也不是说16课之前就没有用，因为那些东西、那些文字也是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体现、一个体现。如果说你通篇读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前16课里面也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课后的一个回复。所以说，最好是能够通读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7课，因为我选的这些插图啊，或者说他提到的那些股票，呃，如果说自己去做的话，会花很长时间，因为已经有一位师哥或者师姐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是在知乎上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做的插图，我们拿过来借用一下。那么版权的话是这位师兄或师姐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明一下，这里有这个链接，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插图。教你炒股票17，这是时间点，然后这是禅师说的这个，这禅中说禅走势中枢是如何定义的？某级别走势类型中，被至少3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所重叠的部分，称为禅中说禅走势中枢。换言之，禅中说禅走势中枢就是至少3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重叠部分所构成的，对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学的时候，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这个次级别，连续3个次级别走势类型重叠。我跟之前大家讲过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你在这个上涨过程中有没有3根 K 线。你看它这里画的也是3根 K 线，超过3根，至少3根 K 线一个并排的话，说明它的次级别就有小中枢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话，有的时候你在15分钟上看这个4根 K 线，它可能在15分钟上并没有中枢，但是你如果去5分钟上看，大概率是有中枢的。那1分钟上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这也是3根 K 线，至少3根。那么在这个被至少3个次级别走势类型所重叠的部分，那么在这个周期这3根，如果说这前面这是算进入段的话，那么就是后面这个1、2、3这3根它有重叠，然后它的次级别每一个都有超过3根。你看这里、这里、这里，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都有中枢，或者都带中枢的一个走势类型。带一个中枢的就是盘整走势类型，这都是带一个中枢。带2个的，像前面这个就带2个，说明它的这个次级别是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势类型，对吧？必须要有这样的，你才能够找这个重叠段。所以说这就是禅论定义的这个所谓中枢是如何定义的。而且我们在画中枢的时候啊，不是随意画的，好像箱体的话就是随意画，或者说从高点取一下，没有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你看箱体理论，它是没有明确定义你是如何画这个，是选高点画箱体的最高点，还是选这个次高点画箱体的最高点，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禅论里面中枢是有明确定义的，在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类型的过程中，那么这个高点是取的次高点，低点是取的这个次低点，高点中不要取这个最高点，低点里面也不要取最低点，那么这个构成的才是中枢，不是随意取的。你看我在
直播过程中好像画中枢很随意，是因为我非常熟练了，我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熟练的过程，我已经不用一笔一笔去画，我就知道在哪里应该选了。所以说，因为之前有一位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我的直播的时候，当时有过一个提问，那么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不太明白，这个中枢不是随意取的，就是说不这个高点，我们取的高点是有这个定义在这里面，取哪个位置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箱体理论它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所以这就是缠论，它的所有的这些比线段、中枢、走势类型、顶理分型。都有明确的定义，我们不需要猜。你只要学会了这些定义之后，那么我跟你讲的时候，我一说，哎，什么是顶分型，什么是底分型，你的脑海里面立马就有这个图像了。我一说，哎，什么是中枢，对吧？什么是走势类型？什么是趋势走势类型？什么是盘整走势类型？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了，这样交流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一说传统理论的时候，哎呀，它就非常模糊。怎么着都行，哎呦，就感觉你没有办法去真正落地，这就是学其他理论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办法落地，你没有办法落地的话，你就不能够指导你每天的这个日常的交易，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很多人找不到这个路径，缠论给了你最好的路径，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学的话，你慢慢的就能够摸索出来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那么这是第一个配图，我们看一下之后的。在实际之中，对最后不能分解的级别，其缠中说禅走势中枢就不能用至少三个连续走势类型，三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所重叠定义，而定义为至少三个级别单位 K 线重叠部分。一般来说，对实际操作都把这个最低的不可分解级别定义为1分钟或5分钟，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用3根 K 线的原因，就从这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那么，这是禅师在这个第17课明确说过，至少3根。如果说你这是1分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再分解这个图形的，对吧？你只能利用这个3根 K 线来看它是不是有它的次级别，是不是有这个中枢，你这样的话才能去找重叠。所以说，为什么说3根呢？就是从这课来的。那么可以简单的看，就是你看这里就是已经有3个中枢了。当然了，这位师兄或者师姐画的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真正的实际的走势类型，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理论他自己来配的图。因为在实际中，它这里面是有3个中枢的，对吧？那么这里都是相应的有3个中枢，这就是它应该是他配的图，不是真实的一个案例。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任何级别的任何走势中，某完成的走势类型至少包含2个以上依次同向的缠中说禅走势中枢，就称为该级别的缠中说禅走趋势。该方向向上就称为上涨，向下就称为下跌，对吧？这就是明确给了定义了，什么是趋势？那么一定是2个中枢，然后方向向上的就是上涨趋势，方向向下的就是下跌趋势。所以说，是这个趋势和盘整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就是中枢的个数，2个或2个以上，那不就是趋势，1个就是盘整。那么在这里也是说了什么是盘整，在任何级别的任何走势中，某完成的一定是完成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某完成的，这个可能我们在之前聊解盘的时候没有去明确的着重说某完成这个完成这个字样，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比如说现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但是它没完成啊，对吧？你只能说站定，它站定是一个这个盘整走势类型，它可以完全是继续往上生长出来一个第2个中枢，然后再结束。所以说你不能够那个一根筋的觉得啊，我现在已经有1个了就可以结束，有1个是可以结束，但是它也可以不结束。结不结束要看什么呢？是看这个离开段。如果说离开段走得很强，然后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那就有概率有可能要形成第2个中枢，就大概率要形成第2个中枢，然后来完成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走势类型。我记得在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一位会员朋友的一个提问，也是加入会员很长时间了。他问：一定要形成趋势走势类型吗？一定要形成趋势才能结束吗？我当时的回答就跟现在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不是一定要形成趋势才能结束，而是要看这个离开的力度，对吧？如果说离开的力度非常强，那它这个回落很难回到下面这个中枢来，就容易形成三买，那就会容易形成这里一个大 B 中枢，然后结束这个向上的这个趋势上，对吧？如果说它这个离开段很弱，也打了小高点了，但是跟这个金融段一比较，没有背驰，你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我们一比较，可能是在等比例，或者说是在0.618的位置，那就它就不能够出现一个不背驰的一段。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很难形成一个趋势上，那就更可能是拉回来，甚至是直接走反向，对吧？能不能够形成趋势上，或者说盘整上，一定是看这个离开段。所以说，不要一根筋的觉得啊，一定要一个中枢就结束了，或者说必须要两个中枢结束，而是一定要根据当下的情况去看它这个离开，你一定要是比较它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它这所有的都是只有这个一个中枢。那么我们需要这个说一下的就是这个和后面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之前说过，这是这个类中枢。我之所以管它叫类中枢的原因，是因为是和这种标准中枢区别一下。那么这种也是盘整走势类型，虽然说它只是由3根 K 线构成的，但是它完全符合禅师的定义。因为这3根，比如说你现在看的这个中枢是日线的，那么它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前面第一根里面，它的次级别有2个中枢，然后后面这里有2个中枢，然后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中枢。这是完全符合定义的，这是完全符合定义的。但是呢，以这种浪形的这种，或者在我这里，我叫这种走势类型不够饱满。所谓不够饱满，就是它可能没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出来5段，这还不够饱满，然后再回来做中枢，然后看能不能够再走出2个上去，以这种方式结束。但是不是说一定要这样走？那么也是一样，要当下去这个观察它。比如说走了5段了，然后回来直接就跌破了前面这个走势类型的这个小中枢的低点，直接走反向，对吧？所以说是在当下去观察这个回落这一段的力度，而不是说我在这里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一个这个趋势上，还是说是一个盘整下，不知道，一定是慢慢去跟踪它。所以说，这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你的周期一定不能太小。如果说你的周期特别小的话，你用的是看的图形是5分钟的、1分钟的或者日内的，你需要时时刻刻去盯盘的。你是这个比较适合时间比较充裕的，对吧？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盯盘。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盯盘的话，你就看日线以上的就好了，因为你是有给你时间来应对的，因为它要完成一个这种。一个5浪上的话，因为我们是学过的，因为每一笔最少都要5天呢。比如说一笔的话要5根 K 线，如果说你用这个日线的话，那就是5天呢，对吧？5天的时间够你反应的，形成一个反向也最少要5天，或者说4天，因为有一根 K 线是这个2个都够用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是能够反应的过来的。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啊，今天买了可能补不回来，或者说那个卖了之后补不回来，或者买了之后可能没有时间抛出，不会的。只要你的周期稍微偏大一点的话，你是有时间让你反应的。这就是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一个交易周期，对吧？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时间盯盘，没有时间盯盘，你又做太小的周期，那你肯定是做不好的。那么这是这个其中这个类中枢的这种情况，我们说一下。还有后面这个为什么它这个是中枢是画到次低点？你发现没有？这都是次高点，用次高点和这个次低点来画的中枢。这也是我在这个解盘中或者直播中跟大家说过，在缠论中由3笔构成中枢，构成一个线段的时候，我们在做递归的时候。缠论里面没有定义一定要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没有这个定义，它的定义是3笔就可以，你只要3笔，我就可以递归成一个线段。那么我从最低点到次高点也是3笔，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这也为什么在这里面，这个也是一个走势类型的原因，对吧？尤其是你在周期是相对偏高的时候，比如说是日线以上或者60分钟以上，你都可以利用。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图形上，如果说选高点到高点的话，你只有一笔，没有办法画这个，没有办法画中枢，或者说你这个有的时候它有一根 K 线破坏了整个的这个 K 线结构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那一根比较特殊的 K 线，把它当成一个毛刺儿，你把它去掉，我要用次高点来递归。这也是在这里我们也得到了它的这个理论依据。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一课的配图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然后这里禅师讲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标的，就是海尔。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个日线，应该是日线，但是我不能够是日线，这里写的日线。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禅师说的。580991从2006年10月23号到12月31号，这就是这个为师兄师姐标的这个时间点。2006年12月23号到2006年12月13号，只构成日线上的盘整走势类型。禅师问大家为什么，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呀，盘整走势类型只有一个中枢啊，从这个时间点到这个时间点，它只有这么一个中枢。所以说它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对吧？这就很对我们学过这个定义之后，这些都非常简单了，这都是最基础的这些概念。然后又到了这个持红心者，也是日线。然后禅师说，对这个持红心者，2005年7月27号到10月25号，这是7月27，这是10月25，明确的出现在日线上的上涨走势。为什么？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简单的看，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这位这个师兄师姐已经标出来了，这是第二个中枢。但是呢，我们可以严格来看一下，如果说你要画笔的话，其实这里是应该这么画，对吧？你这么画的话，这地方是没有中枢的。它之所以这么标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看的是日线，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形是日线。那么在60分钟上，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的，这个在60分钟也是有一个中枢，所以这段这个的虽然说是上涨走势类型，但是不是日线级别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日线级别的走势类型上，而是什么呢？而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一个趋势上。所以说在缠论里面，它的这个级别，你看的这个周期呀，比如说我们这个看的是日线，那么如果说你看到的是以笔来构成的这个中枢，那么它就是一个次级别，你降一个档就好了。比如说你看的是日线，那么就知道了这个的那个级别是60分钟级别的，或者说是30分钟级别的，它肯定不是日线级别的。日线级别的这个中枢一定是由线段构成的。那么你由线段构成，这里面都是笔呀，这里都是笔，笔和线段是不同的呀，对吧？所以说一旦说这个级别的时候，那么我说的日线周期跟它的级别是不相等的，就是降一个档级就好了，降一个级就好了，你就清楚了。这是这个持红心者。那么这个第17课配图就只有这么多。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平时要做的这个复盘的一些内容。先看一下这个经济数据，下周经济数据并不多，再下一周的话是比较多的，就有 PCE 数据啊，还有这个英伟达的财报什么的，相对重要一些。然后呢，这个周末出了一个数据，或者说周五的这个盘后反而出了一个相对这个重要的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把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务和这个由于美国政府债务和利率支付比例增加，该机构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3A AAA 下调至 AAE， 同时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对吧？相当于就是说穆迪把这个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降低了。但是呢，这些评级机构啊，
如果真的是在起作用，或真的在这个按照这个应该做的事情做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那个次贷危机了。你如果说看过那个电影《大空头》，Big Short，如果说你看过那个电影的话，你就知道那里面对这些评级机构，尽情的讽刺了他们一把，对吧？所以说这些评级机构啊，不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什么原因，又对这个美国主权评级，这个进行了一次下调。那么有没有可能周一，对吧？这个机构也好，或者说因为这个消息的刺激，出现一波回调，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有可能出现回调的话，可能是受到就是这个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的这个原因。那么，因为下周的这个经济数据并不多，周三的话有一个原油数据，周四有一个初始就业那个申请就业金的一个数据，然后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新房销售，对吧？都不多，都不是很重要。也就是周四可能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这个可以稍微看一下，其他都不需要太关注。好的，我们可以往下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标的，先看一下标普，那么这是月线，对吧？我们每次分析的时候都是从大周期开始看，来找一找方向有没有什么大的方向。虽然说在大周期上图形的 K 线比较少，但是这个方向反而是一个很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中短期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月线上的话，是出现了月的顶分型了，月的顶分型，对吧？任何转折都需要有顶底分型，但是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不是意味着100%它就要回撤一笔，它完全也是可以一个中继的，那么就是说明前面这个上涨没结束，对吧？至于说，你能不能够判断出来，或者说你能不能够再出现这个顶底分型，能不能够判断出来是不是中继的，这个是需要去次级别去观察的，你需要去跟踪它的次级别，在本级别的话，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信号的。那么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这个回落的话，也是回踩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0.5，回踩到0.5，从这个3491月线上上涨的一个0.5的位置出现了回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次级别，如果说从3491看它的月线的次级别就是周线，看周线的话，它的整体这个结构啊，按照我们刚才学的第17课，我们就知道，下面有一个中枢，这里有第二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还是一个趋势上，还是一个趋势上。所以说这里再次突破6147，在理论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起码在理论上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或者说是其中的一种分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缠论的完全分类来分析的话，它完全可以再次打到这个，甚至继续往高走，然后给一个回来有一个回撤，出现一个300，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的，对吧？那么这是其中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如果说不能够突破6147，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周的二脉，周线大二脉之后走反向，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慢慢做一个中枢往下走，是一个趋势的向下走。或者说是一个盘整的，直接出现了一个二脉，直接打掉前面的64385，然后走一个五浪也可以。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们要慢慢跟踪哪段呢？就是慢慢跟踪这个回落这段。如果说这种回落的这个像之前这笔回落也是非常凌厉的话，那有可能如果说不背驰，那可能要走五浪，对吧？如果说回落的非常的这个软慢无力，那么有可能要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甚至是在这里，因为前面这里已经有这个中枢了，那么可以这样上去了，然后回落，也不跌破前面这个，先给你一个小二买，然后再来一次反弹，然后不回去，还是三脉，然后这样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那这样走的话，你就需要把这个中枢给它切到左边去了，那么右侧的话就变成了一个2次回落，然后往下走，那么中枢就在这个位置了，因为你要从614断开了。左侧就变成了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上，为什么是盘整不是趋势的呢？因为这只有一个中枢了。我们刚才刚学习过盘整和趋势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盘整只有一个中枢，那么趋势的话是有2个中枢，所以说它是在变化过程中，也就又回到了我刚才强调那个，一定是一个完成的，它现在没完成啊。
现在第二个没完成，所以说你就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一个盘整的，到底是一个趋势的走势类型上，还是说我从这里断开，左侧这里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上，然后右侧看它在是一个盘整还是一个趋势，对吧？因为这段没完成。所以说，禅师为什么在他的这个第17课强调了，一定是一个完成的图形、完成的状态，你才能够定义它到底是盘整还是趋势。在没有完成的时候，它是一个不确定状态。你怎么这种就存在了多义性？这就是缠论的多义性。这个时候，那么你怎么画都可以，我也可以是按照中枢来画。那么我们先定义它是一个趋势，或者说我也可以用这个段断开。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就是一个非同级别分解。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盘整上，然后右侧看它是一个3段还是一个5段还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下，还是一个2个中枢的趋势走势类型下，对吧？这都不知道，都可以，这几种形式都可以。具体怎么发展的话，是它在生长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在对没有完成的这个图形的时候，是存在多义性的。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你怎么一会儿这么分析，一会儿那么分析呢？因为图形没完成啊，哪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啊。我们具体跟踪的话，就必须要去跟踪它，而不是说我在这里就这个非常武断的就说啊，现在肯定是一个趋势上，或者说肯定是一个盘整上，那这都是非常没有根据的。那么在这个周线上，就是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把这个切掉。那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从4835到5958最高点这段的内部结构，因为它现在上的还是非常强，然后在周线上还给了一个缺口，对吧？刚刚过去这周的话，还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么看一下下周，是不是因为这个美国主权信用主权被这个降级了，会不会出现回落？还是说能够这个不管这个评级继续往上冲，看能不能够冲到这个中枢的上轨，也就是6100，甚至再次突破6147，对吧？不知道，要跟看一下最后这段。那么在平时我们做解盘的时候，已经多次提及这段4835到现在的最高点。那么周五又是一个上涨0.7%，最高点在5958。这段上的还是非常的，现在看的话是出乎了很多起码出乎了很多机构的一个预料，对吧？很多机构是非常悲观的，当时尤其是出现这段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这样看一个五浪，但是没想到，散户反而是越跌越买，那么慢慢这个上来了。那么机构现在很多机构其实是踏空的这段。那么按照这个结构的话，从4835涨到这个5958，在这个缠论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上，只有一笔上。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一根 K 线，4月9号这根 K 线出现了一根毛刺儿，它破坏了整个这个上涨的一个结构，对吧？如果说没有这根 K 线，或者把它进行包含处理的话，那么其实它是有3笔，可以有3笔的一个状态。那么3的话跟1比较没有背驰，对吧？它可以回来一次，碰不到这前面那个高点，还可以来一个5，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浪形，1、2、3、4、5。那么现在还在3的过程中，当然了。这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同级别分解还有非同级别分解。你用这种分析的话，就是用非同级别分解；你如果说看中枢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同级别同级别分解。那我们再看一下4835到5958的内部1小时上，这就是我们两种方法都要看一下。那么这个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这个最近的直播中，我们一直在复习它。这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出现了一个 C 中枢，但因为 A 中枢和 B 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对吧？这个级别变大了，那么意味着它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按照我们刚才讲那个，现在这个这个 C 中枢的话是由笔构成的中枢，但是下面这个是可以升级成由线段构成的中枢，所以说它的级别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在缠论里面要说级别的原因，因为由笔构成的中枢2次回落是下面这个中枢的3买。那么现在怎么分析它呢？就看最后一个中枢，现在针对这个出现3买之后的这个小中枢，它上面上涨之后，能不能够在上面再生长出来一个新的？这是如果说这里是离开段的话，这个是小 B 段，我们一直说的。那么下面这个就是 B 中的大 A， 那么上面这里看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个 B 中的大 B， 以这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小 B 段的一个生长。
这就是我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说的。那么现在从5644，它已经也有3段了，也有3段，但是我们在周五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至于它能不能够继续向上生长，那这个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但是因为现在它的第一段相对的走的是比较强的，还带缺口的，那么第3段想要不背驰的话，那就看它后面的力度了。如果说周一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消息，也就是说美国这个主权信用被降级了，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个的原因，那么周一开始出现回落的话，那如果说出现回落，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能不能够碰到这个小高点？碰不到的话，也就是出现一个小五浪，1、2、3、4、5，对吧？出现五浪之后，看它能够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所以说，它做中枢的位置是有可能是在这个上面这里做中枢，也有可能是这个直接拉回来碰到这个小高点，在这里做中枢，就是看中枢的位置在哪里。但是无论怎么样的话，都要做出来中枢来，对吧？所以说下周就是看它在中枢的具体位置，等到第二个中枢出来之后，我们再根据第二个中枢来判断这个走势的强弱。所以说你在观察的时候，就观察最后一个中枢就好了。每一个图形上都是观察最后一个中枢当下的价格跟中枢的位置，对吧？你就能知道现在当下是谁强了，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因为我们小散户肯定是选边站的，多头强我们就尽量做多买回落。如果说空头强的话，那肯定是有反弹的话，我们就要减仓。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分析谁强谁弱的原因。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我们简单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这个 VIX， 这个波动指数的话，也是又这个周五也出现了一个新低，现在最低点17.15，对吧？现在已经在这个200天和120天均线之下了，而且这个 MACD 也是继续往下探，所以说这都是非常好的迹象，对我们做多或者说只习惯于做多的朋友来讲，这都是好的迹象。它如果说想要掉头往上走的话，那起码要交叉呀，对吧？这就是很多人说的什么金叉死叉，也就是说在 MACD 下这里所谓的金叉，其实我们主要看的不是什么金叉死叉，而是形成交叉之后，这个快慢线的张口的力度，像这里形成交叉之后，一定要张口张得大，你才有力度，对吧？像这种。像这个位置是有交叉了，但是问题它基本上横在这里没有用啊，对吧？横在这里没有用啊，所以说关注的不是金叉还是死叉，而是这个快慢线，这两根线就是快慢线，这快慢线的这个张口的这个力度才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个，像这里形成了一个交叉，然后快慢线快速张口，就是说快线快速往上拉升，说明这个力度开始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注意。那么通过这个比较的话，我们就知道现在还没有这个金叉呢，或者没有交叉呢。那么完全，那么即使周一可能出现回落的话，它可能会让它交叉，但是交叉并不一定代表它要立刻拐头向上啊，对吧？就是不需要天天自己吓自己。这就是利用 VIX， 因为 VIX 就是这些机构啊，这些大的这个这个大户或者大鳄这帮人。他们觉得市场现在高了，他们需要做对冲的时候，才会去买这些期权做对冲，那就会体现在这个 VIX 上，对吧？好的，那么的话，今天我们这个也不过多的占用大家的这个周末时间了，我们就简单分析这么多。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